你是不是也遇过这种情况？明明只是想打开宝箱或采集，却常常滑鼠误点到别的东西，或者在战斗时画面乱到根本看不清楚。其实这些问题很多人都遇过，观众也常留言问我，为什么我的按键全都乱掉？为什么你的游戏画面跟我的不一样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森。如果你看过我的影片，应该也会发现我的游戏画面和预设设定不太一样。没关系，这一集我会把我的完整设定一次分享给你，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调整，还有这些设定对新手来说能带来哪些好处。当我们打开 RBN 启动器的时候，先不要急着点开始游戏，旁边有个设定按钮，建议先进去做一些调整。语言 RBN 有很多语言，如果你是新手，我会推荐直接选择繁体中文，看装备、技能、任务的时候更直觉。关闭时清空暂存资料夹，如果不清空，暂存会越堆越多。换地图时，读取时间也会拖长，特别是在黑区、红区，慢个几秒就可能被红名追上来。勾选后框框变成白色，就代表成功咯。再来是图形设定，你可以直接参考我的设定，或者依照自己的电脑效能来调整画质。跳过开场影片，请选择是。每次进入游戏都要看1分多钟的片头动画，真的非常浪费时间，直接略过影片，进入游戏会快很多。各项异性纹理过滤建议打开，作用是让地面、墙壁还有远方的景物看起来更清晰，不会一片模糊。不管你在跑图还是打架，更容易分辨地形。视窗动画直接关闭，因为当你打开背包、栏位、地图或商城时，预设会有缩放或是滑入的动画，看起来虽然漂亮，但其实会浪费时间。关掉之后，界面会瞬间跳出，能快上好几秒，也更安全。凸显遮蔽物一定要开启，它能帮助你看见那些被墙壁或物件挡住的敌人、宝藏或是资源点，因为能避免你错过重要物品或者被敌人偷袭。特别是在地下城或探索 PVP 的时候，提早发现潜在威胁，就能让你更快做出反应。镜头晃动一定要关闭，在某些技能释放时，让整个画面跟着震动。如果是在多人副本或是大规模占领，画面会不停抖动，根本看不清楚，非常干扰。不需要额外的地震感来破坏操作体验。光晕效果，玩家通常会把光晕关掉，但 RBN 不一样，因为开启之后，隐藏的宝箱、水池、洞穴，甚至资源点周围，都会有一层发光的光晕，这能让你更容易发现目标，不容易错过。进入游戏，在右上角可以看到选单，选游戏设定，针对需要注意的部分，特别拉出来跟大家讲。自动拾取银币一定要打勾，这样在打怪的时候，只要你经过怪物尸体，角色就会自动把地上的银币捡起来，既能省时间，也能避免漏捡，少了赚钱的机会。购买物品时，预设为选择整叠，不要打勾。一旦开启，当你在市场上买东西时，会自动帮你选择卖家放的最大数量，就可能瞬间把钱花光，造成银币周转困难。进入 PVP 区域先前警告，这个设定对新手来说非常友善。因为当你进入红区或黑区，这些会让全身装备掉光的地方，系统会自动跳出视窗，提醒你注意该区域的规则与生存法则。等到你对于这些 PVP 区域越来越熟悉之后，就可以选择把它关掉。如果哪天又想恢复提醒，只要到通知选单里面按一下叉，就能重新开启。时装显示的设定，对自己做其造型和衣橱外观，我建议设定总是显示。毕竟花了钱买皮肤，就是要自己看得开心。对工会、盟友、队伍设定为仅限安全区域。团体活动的时候，你需要一眼看出队友真正穿的武器和装备，才能快速判断队伍配置，方便协调。对敌人，同样设成仅限安全区域。一到红区、黑区，你就能马上看清楚对手真正的装备，方便判断是否要迎战还是直接撤退。如果设定为总是显示，你看到的只会是对方的皮肤，而不是真实装备。这样一来，很容易误判对方的实力，变得非常危险。再来是图形的部分，垂直同步建议不要勾选，还有帧率限制选择关闭，这样能让游戏的画面处理更流畅，动作看起来也会更平滑。动态植被，这个功能会让游戏里的草、树叶和灌木随风摇动，看起来更真实，但在危险区域或战斗时，反而会干扰视线。关掉之后，地形和敌人的动作会更清楚，对反应和判断也都会比较有帮助。声音设定，游戏的声音主要分成3类。第一，音乐，像是城镇或野外不同地区都会有专属的背景音乐。第二，音效，包含像是走路、NPC 对话、技能释放、攻击以及各种特效。最后是环境音效，像是火焰燃烧、
铁匠敲打、河水声、市集的喧闹，甚至湿地的青蛙、草原上的鸟叫和蝉鸣。建议是把音乐和环境音效关掉，只保留音效，并且调到100%。这样在黑区或危险地区，你就能更专注，透过脚步声或技能声来判断附近是否有人或是怪物。如果你在安全区休息或放松，RBN 的音乐真的是值得一听，能感受到制作团队所花的心思。一般界面选项，很多人常问为什么我的游戏画面和他们的不一样，其实就是因为 HUD 的设定。我会放到之后另外拍一集，专门跟大家详细说明。今天的重点还是把它放在基本设定，基础打好，新手也能立刻感受到游戏更顺手、更友善。再来调整 HUD， 效果会更加明显。资讯设定首先是对话框，建议不要勾选，因为角色头顶上的对话泡泡常常会挡住画面，遮到敌人的动作，让画面看起来更杂乱。你想保留 MMO 的气氛，建议可以在城镇闲逛的时候开启，进入战斗或野外区域时再关闭，这样也能同时兼顾气氛与实用性。战斗设定仅显示玩家本身的伤害数值，建议不要勾选。如果只显示自己的伤害，你就看不到其他玩家的伤害数值。但这些资讯其实很重要，能帮助你判断别人的战力，甚至是怪物对其他玩家造成多少伤害。如果开启，你只能看到对方被打掉血量，却完全没有数字，会少掉很多关键的判断依据。队伍界面，把依照身份类型来排序队伍成员打勾，这样在组队的时候，系统会自动帮你把成员按照职责排序，譬如坦克、补师、输出，特别是对奶妈来说非常方便，因为坦克会自动排在最前面，不用一个一个手动调整。另外你可以依照身份优先，照自己的习惯设定排序，这样每次组队系统会直接依优先度排列，节省时间也更直觉。区域与迷你地图、旅行模式地图，之前在新手影片里我也有介绍过，真的非常实用。你可以按下 Shift 加 N 来开启，画面会变成大地图模式，方便观察周围。再补充一个小技巧，就是把玩家设定置中打勾，这样你不管角色在哪个位置，也就是蓝色的小三角形，就会固定在萤幕的正中央。不管你走到哪里，都能马上看出自己在的位置，周围环境也一目了然，不用再花时间到处找坐标，判断前进方向会快很多。替代输入法，把使用 RBN 输入法编辑器取消勾选，之前很多人遇到开启后反而没有办法输入中文，造成很大困扰。平常用系统内建的中文输入法就能处理，完全不需要靠游戏内建的编辑器。是游标设计，建议把游标改成黄金或水晶。在游戏画面里，要快速找到游标非常重要。铁黑色常常会跟背景混在一起，黄色最清楚，因为黄色的游戏环境里最容易被注意到。但我自己习惯用水晶色，主要是因为我喜欢蓝色的样子，这就看个人喜好哦。滑鼠控制配置，这里有2种模式可以选择，经典模式和即时战略模式。经典模式的好处是直觉，左键几乎什么都能做，移动、采集、攻击全部都用左键完成。缺点就是容易误点，本来想走路，却不小心点到敌人，直接发动攻击。另一种即时战略模式，它把移动和攻击分开，操作会更精准，特别是在打架时，不会因为误点而搞砸操作。新手前期先用经典模式比较好上手，开始参加 PVP 进入黑区后，切换到即时战略模式，操作会更顺手、更安全。技能释放方式，这里有3种模式。一般技能释放，按下技能后，画面会先出现范围提示，需要再点一次滑鼠左键，技能才会真正释放出来。虽然动作比较慢，但对新手友善，因为能先确定位置，把技能放得更精准，也能打好基础。放开按钮快速释放，这个也会出现范围提示，不过你只要放开快捷键，技能就会直接释放。好处是少了一个按滑鼠的动作，速度更快，而且能兼顾精准度。我自己现在就是用这个方式，因为它能让技能放得更准更快。按下按钮快速释放，技能就会直接往滑鼠所在的位置释放，优点是快，但风险也高。如果滑鼠位置偏了，技能可能就放空，尤其是在团队配合时，少一个大招甚至可能导致团灭。新手可以先用一般技能释放打基础，再尝试放开快速释放，会更顺手。按2下进行攻击，主要是避免在经典模式下不小心按到其他玩家，结果直接发动攻击。勾选起来就必须连点2下才会攻击对方，能降低误触的风险。对新手来说，这个功能建议可以开着，这样就不会因为误点而突然开战，导致卡在战斗状态，没有办法过图或逃跑。自动瞄准攻击者，建议一定要打勾。当你被怪物或其他玩家偷袭时，系统会自动锁定攻击你的目标，你不用再手动点选，就能立刻按下快捷键，马上看到对方的武器和资讯。不管在刷怪还是被人偷袭，这个功能都能帮你快速反应。强制战斗模式，
如果把它勾选起来，那在战斗中你是不能捡东西的，避免你在打架或打怪时不小心点到掉落物，结果中断了追击，甚至挡住了视线，影响操作节奏。对于团体副本来说，不会因为误点战利品而打乱全队的节奏。一般情况下，建议不要勾选，导致东西捡不起来，错失战利品。大多情况也都是关闭，只有在大团队副本时才会打开。骑乘坐骑替代选项一定要打勾。当你离开坐骑的安全范围，坐骑会自动消失，需要重新召唤。如果你还在安全范围内，有了这个功能，你的角色会自动跑回去，直接上马，不用再手动点选，节省再次召唤的时间。特别是在画面很乱、人又多的时候，你不用拼命找坐骑在哪里，角色会自动回到坐骑位置，瞬间就能上马逃跑，非常方便。按键绑定，调查目标预设是 Y 键，当你遇到红名的时候，要伸手去按 Y， 相当不方便，建议把它改成 Tab 键，能更快调查对方的武器和装备。Tab 原本只会在竞技场使用，所以改掉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。自动奔跑，预设情况下是绑在数字键盘的按键上，根本不方便，把它改成 Z 键，左手就能直接操作，整体会更直观也更顺手。在你目前的位置传送讯号，预设是 P 键，我建议改成 X 键，方便你快速通知队友或盟友自己的位置。另外下面两个讯号，攻击讯号和防守讯号，我也一并改成 Ctrl X 和 Shift X， 操作起来更直觉也更快。接下来是聊天设定，锁定视窗，一开始先不要勾选，把聊天视窗拖到你习惯的位置，确定后再把它锁定，就能固定在同一个地方，就不会因为误点滑鼠把聊天室拖来拖去。分页设定，自己会把聊天室分得比较细，一般、工会、战斗、交易、队伍、包包和空白，这些分页大概可以参考，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做调整。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包包和空白，在包包这个分页里，我会特别把掠夺的讯息独立出来，如果有人倒下，装备被掠夺走了，你可以马上看到是谁捡走的。如果有人打开宝箱或捡取物品，你也能清楚知道是哪一个队友拿走的，这样能帮助你及时掌握战利品的去向。空白分页，这里的分页什么都不选，主要是要配合自动隐藏聊天室功能来使用。有人说话时，聊天室会自动跳出来，但如果你切到一个完全没有人聊天的空白分页，那聊天室会保持干净，不会跳出来干扰，画面就能一直保持清爽，视野也会更清楚。自动拒绝决斗，这个一定要打勾。很多陌生人会故意丢决斗邀请新手，然后设高额赌注，你一不小心可能就把银币输个精光，这就是一种诈骗手法，所以务必要开启这个选项。另外下面的自动拒绝制定对战邀请，建议一起打勾，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自动拒绝工会邀请，建议打勾，因为工会的主要收入是靠税收，有些工会专门收新手，然后设很高的税率，等于是从你赚的钱里直接抽走大部分。如果一开始就随便加入，可能还没赚多少，反而先被课了一堆税。等到你有了基础，练度够了，真的找到喜欢的工会再加入也不迟。队伍邀请与加入，把所有人和阵营的选项关掉，只保留好友、工会、盟友可以邀请你。在红区或黑区时，常常有人会利用所谓的队伍邀请陷阱，疯狂丢队伍邀请，导致你的萤幕一直弹出视窗，打断你的操作，甚至让你来不及反应就被击杀。所以为了避免这种骚扰与陷阱，一定要把这些邀请限制起来。最后是通知，这里会显示你设定为不再提醒的各种通知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需要重新开启某种通知，只要到这里把它后面的 X 删掉，之后系统就会在该情况下再次跳出通知视窗，提醒你注意。今天是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 RRBN 一直使用的完整设定，包含启动器、图形、声音、界面、战斗控制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小细节。这些调整能让新手更安全、更方便，也让整体游戏体验更流畅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很有帮助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之后更多教学和实测哦。也记得分享给跟你一起玩 RRBN 的朋友们哦。如果有任何想补充或者想要了解的地方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都会一一回复或拍成影片来解答。对了，至于 HUD 界面的调整，我会之后再拉出一集专门分享，也帮大家先打好基础，让新手也能马上玩得更顺更友善。我是杰森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